好，欢迎你来到用中文思考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一位喜欢用慢慢的语气轻轻讲故事的播客主持人。你可以叫我小木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一起练习中文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变得更温柔。这个播客是为正在学中文的你准备的。也许你刚刚开始学中文，觉得每个汉字都像画画。也许你已经学了一段时间，但一开口，脑子就空了。也许你在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用中文说话，只能一个人对着手机、书本、APP 练习，那都没关系。这里就是你的练习场。我们不追求完美的语法，不需要快，不需要像中国人一样流利。在用中文思考里，我们做一件小事，用简单的中文，温柔地说出我们每天的生活、感受、心情。一点一点的，你会发现，中文已经在你心里变得自然，变得轻松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讲故事，有时候，我们会说一个真实的瞬间，有时候，我们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陪你说一句，你今天还好吗？今天的主题是，在家里，怎么跟自己说话？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突然想说点什么，但却说不出口？或者你想用中文练习，可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怎么开始？这一集，我想带你回到最简单的地方，家。在家里，没有人看你，没有人笑你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开始和自己对话，不需要翻译，不需要害羞，只需要一颗愿意慢慢说话的心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不练口语，我们练的是和自己好好说话的能力。我们一起用中文听见心里的声音。今天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开始，看见你自己。现在，请你找一面镜子，可以是洗手间的镜子，也可以是房间里的小镜子。站在镜子前，轻轻地看着自己，不要着急说话，也不要想着说的对不对，就只是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。你看见了吗？镜子里的人就是你。他今天累吗？他的眼睛是不是有点红？他是不是在笑？还是有点难过？他现在的样子不完美，但真实。你看着他，他也在看着你。现在，我们试着说一句中文。你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你好，声音不用大，就像和一个好朋友说话一样。再说一次，你好，然后笑一笑，你会发现自己也笑了。你可以继续说，你今天好吗？然后等一会儿像是在听对方回答，接着说，我还好，今天有点累，但没关系。这一刻，没有人听你说话，只有你自己。你可以慢慢说，不用担心错。有时候，说第一句话最难，但说出第一句后，第二句就容易了，第三句更容易。我们再试一次。我今天早上喝了咖啡。很好，你说出来了。虽然句子很简单，但这是真实的句子。你真的喝了咖啡，你也真的说出来了。现在，你可以告诉自己一件小事，比如，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，或者，我在家看电视。不要管句子对不对，不要管别人听不听得懂。在这里，你是自己最好的听众。说中文不只是练习语法和单词，说中文也是看见自己的一种方式。你在镜子前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在告诉自己，我在这里，我听见了，我在努力。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小动作，对镜子里的自己点点头，说，你做得很好，或者对自己说，
你很棒。这些话看起来简单，但当你对自己说出来的时候，会感觉不一样。你的心会慢慢变软，会觉得温暖。有些人觉得对着镜子说话很奇怪，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被听见的小声音。我们常常听别人说话，却忘了听自己。所以今天开始，每天早上或者晚上花2分钟站在镜子前，对自己说几句话。可以是你好，今天加油，也可以是晚安，今天辛苦了。这就是练习，这就是进步。你不需要说很多，你只需要每天说一点点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说中文变得简单了，说自己心里的话也变得容易了。在家里，你是最安全的；在镜子前，你是真实的。你可以放下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也可以放下自己的害怕。你只要看见自己说一句中文，就已经很好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你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表情，你的中文，都只属于你。所以，请你温柔地看着自己，轻轻地说一句你好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们继续走第2步，用中文说出生活里的小事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是在家里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可以用中文说一说，我在听播客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它是真的。你在听，我在说，我们在一起。说中文不需要等到有大事情发生。其实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可以说的小事，比如我在做饭，我在喝水，我在看书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但也都是好机会。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个练习的句子，你可以一边做事，一边小声说出来。比如你在洗碗，你可以说我在洗碗，水很凉。你可以说水有点冷。如果你不想洗，你也可以说我不想洗碗。你是不是在笑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。说话是为了表达自己，不是为了考试。你说出我不想洗碗，这就是真实的语言。你也可以说自己的想法，我有点饿，我想吃米饭，我不想做作业。这些句子都不难，但当你真的说出来，你就开始用中文生活了。有时候你会忘词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手比一比，或者换一个简单的词说出来。比如你不会说刷牙，你可以说我早上做了牙的事。慢慢来，一天学1个词就好。我们再来一个小练习。现在，请你看一下你身边的东西，有没有一本书？有没有一个杯子？你可以说这是一杯水，或者这是我的书。再加一句我喜欢这本书。说中文不一定要等到上课或者考试的时候。你在床上，也可以说我躺在床上。你在沙发上，可以说我想睡觉。这些都是你每天都能说的话。说多了，你会发现中文不是一个外语，它就在你的生活里。你可以对猫说话，对植物说话，对风说话，也可以对自己说话。比如，你在阳台上晒衣服，你可以说今天天气很好。如果突然下雨了，你可以说下雨了，衣服怎么办？生活里就是有这些小变化，小声音。我们就是要学会用中文去看它，说它，感受它。现在你可以想一想，今天你做了什么？你起床了吗？几点起的？你吃了什么？你可以慢慢说出来。我今天7点起床，我吃了1个鸡蛋，我喝了1杯牛奶，我看了手机，
我没有出门。每一句都是你自己的生活。这些句子，也许别人听了会觉得无聊，但它们对你很重要，因为它们是你的中文，是你的声音。你可以写下来，也可以录音。说慢一点，不怕错。今天说一个句子，明天说2个，后天说3个，就像走路一样，一步一步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已经走了很远。你也可以每天晚上跟自己说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，比如今天我做了晚饭，今天我洗了衣服，今天我没有做很多事，就像写日记，但用中文说出来，不写也没关系，只说也可以。这些小事也许别人看不到，但你自己知道，你在练习，你在努力。你的中文就在这一点一点的小话语里，慢慢的变好了。我们不需要特别的课本，不需要很多语法，我们只需要生活，只需要真实，只需要一句一句小小的中文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跟自己说说，我累了，我想休息，我在这里，我在学中文。你说的越多，中文就越熟，心就越安静。你说的越真实，自己就越靠近自己。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，用中文说出小事，用小事练出自己的语言。你已经开始了，继续说下去，好吗？我会陪着你，一起说。今天，我们一起走第3步，跟自己聊一聊心情。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是开心的、累的、难过的，还是说不清楚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不需要找到对的答案，我们只是练习说出自己的心情。我们先试着说一句，我有点累。这句话，你可以什么时候都说。你早上起得太早了，你可以说，我有点累。你工作太久了，也可以说我有点累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接着说我想休息一下。再说一句，我现在坐在沙发上慢慢呼吸。你有没有感觉轻松一点？说出心情不是为了别人听，而是为了自己听。我们再来一个感觉，我有点开心。为什么开心呢？可能今天吃了好吃的，可能听到了喜欢的歌，可能阳光很好。你可以说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我很开心。我喝了一杯热茶，觉得很舒服。我听到一首老歌，想起小时候的事。你看，感受一出来，中文就来了。你不是在学说话，你是在说你自己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开心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有点伤心，我觉得很孤单。这些话说出来，心会轻一点。有些人不敢说这些负面的话，他们怕说出来会更难过。可是，其实相反，我们越不说，它就越大；我们越说出来，它就越小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现在很想哭。说完了以后，眼泪也许就流下来了。那也没关系，眼泪不是坏事，它是你心里的一种语言。哭完了，也许你会笑。我们再试一试，请你闭上眼睛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然后轻轻说出来，不管是累、烦、高兴、没劲，都可以。你可以说，我今天不想说话，我觉得别人不懂我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每一句都是你心里的声音，每一句也都是一个中文句子。你没有错，你的中文也没有错。你可以坐在床上说，可以站在阳台上说，也可以在洗澡的时候说，没有人听见，只有你。但你会听见，你会开始理解你自己，
有一天，当你能用中文说，我现在有点难过，但我会慢慢好起来，你会发现你已经走得很远了。语言不只是工具，语言也是朋友。中文是你跟自己心里的朋友说话的方式，你也可以写下来。如果不想说出口，那就写一句，我今天觉得有点乱，然后再写一句，但我知道我还在努力。你也可以对镜子说，你今天过得不容易，然后点点头。你会发现这样的小动作很温暖。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些句子，我今天没有做很多事，但我还在坚持。我觉得有点烦，但我没有放弃。我今天不太好，但我给了自己一个笑。你也可以说谢谢自己。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当你说出口，你的心会说我听见了。跟自己说话不是奇怪的事，它是一种照顾，是一种温柔，是一种爱。你每天都在经历很多事，你有时候累，有时候烦，有时候开心，这些都是真的，这些也都可以说。你不需要说的流利，也不需要句子完美，你只需要一句句的说，哪怕很短。比如，今天好像很长，我想吃巧克力，我一个人有点想人陪，我笑了，因为窗外有一只猫。这些都是心情，小小的，轻轻的。但是真的，今天的练习不是说中文，今天的练习是用中文听听你自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明白你自己，你也开始喜欢这样慢慢说话的自己。继续说吧，说你的心，说你的感受，我们一起听，一起走。你不孤单，真的不孤单。今天我们一起走第4步，为自己加油打气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是可以鼓励自己的，不是等别人说你可以的，而是你自己对自己说我可以的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太习惯批评自己了，做错一点点就说我不行，慢一点就说我不好。但是你有没有试过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，我在努力。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几句话开始，我做得不错，我很努力，我已经比昨天更好了。你可以把这些话放在早上说，放在晚上说，放在你觉得累、觉得烦的时候说。比如，今天我有点累，但我没有放弃。我今天说了3句中文，太棒了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忍住了，我很棒。这些话不是为了骗自己，他们是真的。你确实做到了，你确实在坚持，你确实在学习。你可以用中文对自己说，你可以的，继续走，我相信你。这些话每次说出来，心里就会亮一点，就像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进来。我们来做个小练习，请你闭上眼睛，想一想最近你做过的一件事，不管多小。比如，我早上起床了，没有赖床。我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我听了一集中文播客。然后对自己说一句，你做到了。再说一句，你很棒。你也可以说，谢谢你没有放弃，谢谢你还在走。这些句子用中文说出来，你会觉得很真实。你可以贴一张小纸条在镜子上，写一句加油，今天也要好好走。你已经很好了，每天看到它，心就安一点，力量也多一点。你也可以写在日记里，比如，今天我很累，但我做完了。今天我不想说话，但我还是听了一会儿中文。我有点慢，但我没有停。这些话不需要给别人看，是写给自己的。
是你给自己的一点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习惯等别人来肯定我们，但最了解你的人，其实是你自己。你知道你有多努力，你知道你有多坚持，所以你也最有资格对自己说，你真的很好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尴尬，你可以对着自己说，也可以小声说，你也可以在心里默默说。比如你去超市，很累，但还笑了，你可以说，我真坚强。比如你今天没有很大的进步，但你还在听中文，你可以说，我没有停下，这就够了。比如你今天只学了一个字，你可以说，我又学了一点，我在成长。我们常说，给别人加油，但很少给自己加油。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学会这件事。你可以每天早上起床，对自己说一句，新的一天，加油。或者晚上睡觉前说，今天辛苦了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样的一天，就有开始，也有结束。你会觉得自己被照顾，被理解。再来一次，我值得被肯定，我有力量，我走在自己的路上。这些话，你说出来，就是真的。你的耳朵会听见，你的心也会听见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生活没有变简单，但你更强大了。你知道，累了可以休息，但不会停下。你知道，难过可以哭，但还是会继续。这就是为自己加油打气的力量。它不大，但它稳；它不快，但它远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请你每天说一句好听的话给自己听，就像你对朋友说的那样温柔，就像你对孩子说的那样鼓励，因为你也值得被温柔对待，也值得被认真鼓励。你可以的，你真的可以的。继续走下去。我在这里，你也在这里，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。今天，我们一起走第5步，说出一个小故事。故事不需要长，也不需要特别，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事就可以变成一个温暖的小故事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说，比如，今天早上我很早起床，外面有点冷，我做了一杯热茶，坐在窗边，阳光慢慢进来，我觉得很安静。这就是一个故事，它只有3句话，但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画面，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。你也可以说昨天的事情。昨天晚上我很累，我不想做饭，我点了一份外卖，是我喜欢的面条，我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剧，我觉得很放松。说故事的时候，不需要特别好听，不需要特别有趣，你只要说你自己，真实的自己。你也可以说小时候的事。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青菜，妈妈做青菜的时候，我总是说，我不饿。现在，我开始喜欢吃青菜了，我觉得它有家的味道。你看，一个简单的回忆也可以变成一个小故事。我们来练习一个方法，3句话，一个故事。第1句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方。第2句，发生了什么。第3句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比如，今天早上在超市，我买了一朵花，我觉得今天变得很好。或者，昨天晚上在房间里，我听了一首老歌，我想起了一个朋友。你也可以说，上个星期在公园里，我看到一个小狗，它一直看着我，好像想说话。这样的小故事不需要写下来，你可以说给自己听，说给镜子听，说给你的猫听。你也可以每天晚上对自己说一个今天的小故事。今天
我在阳台上喝了一杯咖啡，风有点大，但我觉得很清醒。或者我今天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画画，他很认真，我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很开心。故事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说出来就是一种整理，一种分享，也是一种练习。你可以加一点动作，比如边说边微笑，边说边看窗外，这样语言和身体就连在一起了，中文也会更自然。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，那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先看一张照片，然后说说这张照片的故事。比如你手机里有一张吃饭的照片，你可以说，这是上个星期我吃的拉面，那天我很冷，吃了一口就觉得心也暖了。你也可以看一张家人的照片，说，这是我妹妹，她现在在读书，她笑起来很像我妈妈。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的开始。你也可以看一个物品，比如一支笔、一本书、一件衣服，然后说，这本书是我朋友送的，我很喜欢，每次打开就想到它。或者，这件衣服是我去年买的，我穿着它去了第一次中文课。这些故事都在你身边，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不需要有特别的经验，你只要愿意看，愿意说，就能发现很多。说故事也是一种认识自己，你会发现，你记得的事情都是你觉得重要的事情，你感动的片段是你在意的心情。你说的越多，就越了解自己，你越了解自己，就越能用中文表达自己。慢慢的，你不只是学中文，你是用中文生活，用中文记录你的世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，说出一个小故事，小小的，简单的，但真实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小故事，不写也没关系，只说说也很好。你可以说，我今天买了一个红苹果，我今天在楼下听到鸟叫，我今天在厨房打碎了一个杯子，然后问自己一句，我有什么感觉？也许你觉得好笑，也许你有点烦，也许你根本没有什么感觉，但这些都是真的，都可以说。生活里有很多细节，我们不需要都记住，但我们可以用一个一个小故事把它们留下，继续说下去吧。说你看到的，说你想到的，说你记得的。一个人说故事也可以很快乐。你会发现，中文已经不是作业，而是你生活里的一种颜色。你说故事的时候，你在笑，你在听自己，你在和自己做朋友，这就是最美的练习。说出一个小故事，说出你心里的光。今天，我们走第6步，给明天的自己说句话。你有没有试过对明天的自己说话？我们常常对过去说，我后悔，对现在说，我很累，但我们很少对明天说，你好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试一试。你可以轻轻地说一句，明天的我，加油。这句话很短，但它像一盏小灯，放在明天的路上，等着你走过去。你也可以说，希望你明天早上醒来，觉得轻松，或者，明天，记得喝水，吃早餐。这些话，就像一个朋友写给你的纸条，简单却有温度。你也可以对明天的自己说，别担心，一切会好的。做不好没关系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你今天可能会很忙，但我知道你可以。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会变得安静。你知道，自己不是一个人，你现在的努力，就是在照顾明天的自己。
我们来做个小练习，请你闭上眼睛，想一想明天的早上，你在哪里？你要做什么？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？然后用中文说一句：明天，希望你微笑。明天，早点起床。明天，穿你喜欢的衣服。再来一组句子练习。明天，我要去上班。希望我不迟到。明天，我想学10个新单词。明天，我要跟朋友吃饭。希望我们聊得开心。你也可以写一封明天的信，不需要很长，只写几句就好。你好，我的朋友，明天你会有点紧张，但不要怕，我相信你，你一直都很努力。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。你也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对自己说，谢谢你今天的坚持，我知道你有点累，明天我们慢慢来，好吗？这不是一封正式的信，不是作业，只是一点点温柔，让你明天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被关心、被理解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明天很远，但其实明天就是现在的一点点继续。你现在说的一句话，明天的你会听见，会记得。你可以对镜子说，也可以在心里说。你也可以把它写在手机里，明天早上看一看。如果明天很重要，比如你有一个考试，有一个面试，你可以说，别怕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放轻松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你已经很棒，明天只是再走一步。如果明天只是普通的一天，你也可以说，希望你吃到喜欢的饭，希望你听到一首好听的歌，希望你有一点点快乐。说这些话不是迷信，不是做梦，它是真实的祝福，是你对自己的关心，是你在告诉自己，我在这里。当你开始对明天的自己说话，你就开始相信自己是重要的，是值得被期待的。你会慢慢发现，每一个明天都和你今天的语言有关。你说的越温柔，明天就越温柔；你说的越有希望，明天就越亮。你可以每天练习一句明天的话：明天加油，明天早点睡，明天别忘了笑。这些简单的话会陪你走过很多天。生活不会每一天都完美，但你可以每一天都对自己说一句话，让这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。继续说吧，说给明天的你听，明天的你会听见，明天的你会感谢你今天的这一句话。现在我们走到最后一步了，谢谢你一直听到这里。你还记得第一步吗？我们站在镜子前看见自己，说了一句你好，现在请你再说一次你好，然后加上一句谢谢你一直在。这一集的每一步其实都不是为了学中文，而是为了更靠近你自己。当你用中文说我在洗碗，我有点难过，我很棒，希望明天更好，你不是在做练习，你是在陪自己走过生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中文越来越自然了，你的心也越来越温柔了。你开始用中文看见生活里的一点一滴，你开始用中文照顾自己，你也开始用中文说出心里的话。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不是别人帮你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你在家的时候，一个人也可以说话；你走路的时候，一个人也可以练习。你开心的时候，你说我很高兴；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说我会好起来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，你和自己在一起，你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有时候你会累，会想停下，那也可以。朋友不会每天都完美，
你也不需要完美，你只要诚实、温柔，慢慢说，慢慢走。请你记得，你现在的声音不只是练习，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它是真的，它是你自己。你可以继续每天说一句话，可以是今天我还在，我有点烦，但我没放弃，我想吃好吃的，我想睡个好觉。你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说，你在听，你在陪伴自己。你也可以每天对自己笑一下，对自己点个头，说一句我知道你不容易，谢谢你继续走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最懂你自己，你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怕什么，你努力了多少，你也最有资格对自己说我很好，我值得被爱。在这个播客里，我们一起用了中文，说了很多句子，但我希望你记得的不只是词，不只是语法，而是这个感觉。说话可以很轻，说中文可以很暖，和自己说话是一件很美的事。谢谢你陪我到现在，谢谢你也陪着你自己。今天的最后一句话是送给你的，你做得很好，继续说下去吧。你的声音是光。